法国南部，提到这个南法，一下子可能会和阳光、蓝天、大海等这样的词汇相联系。今天咱们就去法国南部的尼斯和芒通，看看是什么吸引那么多人到这里来。尼斯英语是 nice， 这个非常巧妙。法国南部的旅游城市，以非常漂亮的海岸线闻名，当然非常的晒。我们去的时候是10月份，海水已经有一些凉了，但是还是很晒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海滩。尼斯的海滩在一天当中的各个时刻都非常漂亮。沿着海滩可以一直逛。这条观景台还是不错的啊，挖了一条草，上面就是凳子，有个靠背就好了，很简单但很实用。码头、游艇，一看这里就是度假胜地。当然还有拍照打卡的地方。这个就是尼斯的标志性的打卡地点。不过尼斯的海滩它不是沙子，而是小的碎石子，有可能还会混有一些玻璃渣，所以想要下海的话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欣赏这个天使湾最佳的地方就是宝球公园。到了观景台之后，整个海岸线尽收眼底。其实上下这个公园，路上的景色也非常漂亮。尼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散步的城市，城市中小小的街道，还有建筑的颜色，再加上这个气候，在城市当中的这个穿梭感就变得非常有意思。当然，尼斯的消费相对比较贵，毕竟旁边还有一个更贵的摩纳哥。但在不远的芒通，性价比就高很多。到了芒通，肯定要去网红的景点黄色楼梯，在这里可以拍拍照，看看风景。如果按照传统的旅游景点来说，芒通稍微有一点无聊，但是它的城市街景、色彩，还有宜人的气候，让人走在这个城市当中感觉非常的舒服。在以前医疗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，芒通是作为治疗肺病的一个场地，所以这里也很早成为了俄国、英国那些气候比较寒冷地区的贵族的度假胜地。一战的时候也是伤兵的疗养基地。后来这里先后被意大利跟德国占领，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，这里才开始进行重建，旅游业才慢慢开始有点起色。在这期间，有很多名人居住在这里，包括建筑大师柯布西耶，最后的时光也留在了南法的海边。现在沿这个山路往下走，科布那个小屋就在山下面。如果你在芒通逛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来到科布设计的那个小木屋附近逛一逛。严格意义上，这里不是芒通，叫罗克布吕讷卡普马丹。要进这个小木屋的话，要提前预约，不然进不去，所以我就没进去。通往小木屋的路很长，在1951年的时候，柯布西耶在这里设计了一栋度假屋，这也是柯布西耶众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作品之一，也是最小的世界遗产。这个啊，科布的那个小屋，没预约进不去。这小屋子的旁边还有一栋白色建筑，叫做 E1027。关于这栋楼的建筑师跟科布也有一段故事。小白楼的设计师是爱尔兰女建筑师艾琳·格雷，这栋楼是她为她自己和当时的生活工作伙伴罗马尼亚建筑师让·巴多维奇一起设计的。
这栋楼的名称也是一种暗示。科布非常喜欢这栋楼。后来格雷和巴多维奇分开了，那这栋楼呢就在巴多维奇的名下，科布就经常去光顾，还在房子的墙壁上画了各种壁画。但这栋楼最终还是被荒废了，经过几十年之后才得以修复，现在归法国国家所有。科布在这栋房子旁边建造了他的小木屋，夏天就到这里来度假，也会去前面的大海里面游个泳。1965年，77岁的科布西耶像往常一样去游泳，最终因为突发心脏病而去世。他被埋葬在小木屋后面山上的公墓当中。这位建筑大师的故事也吸引着很多人到这里来进行旅行。南法的这2座城市就是暖色调的建筑和蓝色的海洋，在这里比较舒服的一种度假方式就是住一个面朝大海的酒店，每天看看大海，吃点甜点，喝喝咖啡，也可以去游艇，不过这些价格都很贵。也可以来这里逛逛街，看看景，走街串巷，感受一下南法风情，这个就花不了多少钱。毕竟著名如建筑大师科布西耶，他最享受的时光也只是在海边的小木屋中欣赏大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该提醒的还是要提醒，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。下期再见。